秦娇突然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身体里，丈夫失踪。更令她惊讶的是，她还多了4个女儿和一个入赘女婿。单身狗直接当上了极品丈母娘，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之旅即将开始。这是哪儿？怎么回事？我不会穿越了吧？哇，炸弹！难道真的是穿越了？此刻，一段不属于秦娇奴的记忆涌入脑海当中。原主的相公几年前跑伤，一直没回来，家里留下4个女儿，冰清玉洁。他怕以后没人照顾，就用一碗稀饭忽悠村里的锅齐大牛当了上门女婿。原主还被人做局耍钱，输的都打起剩下3个女儿的主意了，所以几个女儿和他的关系真是一言难尽。易安，你醒了吗？干啥？娘啊，吃饭了。知道了。这戒指让我感到心里平静。我们吃饭，等他做什么？除了耍钱，他还能做什么？就是我们这一会还得去干活，可没有他这么命好。你们先吃，吃完了就去，不用管他。大姐，真的可以吗？有什么不可以的？是你们的。这身体也太虚弱了吧！给我一碗灵泉水。娘子，那个是娘吗？你管他是谁，是你的。哦。天哪，怎么忘了没有纸啊？我告诉你，要是你再敢打我们姐妹的主意，我就大逆不道了。哼！这多半是特意留给我的。这里是不是秦娇奴家？你们是什么人？哟，没想到这里还有这么个标致的美人。你们再不出去，我就喊人了呀！哈哈，小美人还要喊人？你是秦娇奴的女儿？大哥，我们今天是来收债的。你谁呀？没看见爷来要账，无关的人员赶紧滚蛋！你刚刚说找谁？秦娇奴，你是秦娇奴那个无耻老妇吗？无耻，可不就是无耻吗？说好了拿女儿抵债，到了说好的日子也不见她来，非得让她吃吃苦头，没本事学人家耍啥钱呀？他就是你要找的人，你赶紧让他多吃点苦头，省得他去祸害别人。什么？他怎么可能是秦娇奴？那老婆子老是老了些，还不至于丑成这样。你再说一遍。说你丑还有错吗？反了你了，还愣着干嘛？给我揍他！出了事算我。你们快给我出去，快出去！我准你动我女儿了吗？问你话呢？误会，误会！秦大娘，秦大娘，叫谁大娘呢？姑奶奶，姑奶奶。什么？秦姐姐，秦姐姐，你就是我亲姐姐啊！哼，我可没你这么丑的兄弟。秦娇奴，你够了呀！是你欠我钱，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就算到了官府，你也得还。我又没说不还。那你倒是还呀！现在没有。你要是没有，就拿你女儿抵债。你再说一遍。你这样，官府会来抓你的。原来这大女儿也不是完全不管自己的死活的。可，我欠你们多少钱？算上利息，300两。什么？还真够多的。滚回去，过几天我会把钱还给你的。要是你们再敢来，下次可就不是受伤这么简单的事情了。是，我们现在就滚。怎么还等我请你们吃饭？他们都不会想到现在跑到有多快，等会儿见面就有多快。突然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身体里，丈夫失踪。更令她惊讶的是，她还多了4个女儿和一个入赘女婿。单身狗直接当上了极品丈母娘，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之旅即将开始。接上集，村里人看到有人去秦娇奴家闹事，动静还不小，热心没想到齐大牛回来帮忙。大牛，你快回家看看，你家出事了。什么？王大叔，我家出什么事了？要债的上门了，来了几个凶神恶煞的汉子，把你家门都踹烂了。什么？我了个豆！现在什么人都敢欺负到我头上。大哥，我们找他去。娘子，你没事吧？娘子，你说话啊，有没有受伤？易安，你让开。娘，对不起，我错了。你怎么训斥我都行，你不要为难娘子。我还什么都没做呢，怎么就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了？我是不会让你惩罚他的，我也不会休了他，你就断了这心思吧。娘子，你敢动他，我就你就干嘛？我就带着他们离家出走。哼，看你出息的，好好的一边待着，站直了，别让我说第2遍。腰背挺直了，抬头挺胸，老低着头做什么？地上有金子啊！男子汉就该抬头挺胸，以后别老唯唯诺诺的，像谁欺负你似。
是不是这里？对，我刚刚就看到让我们的人从这进去了。大哥，我怎么感觉这里有些熟悉？哟，这就来找回场子了。不，姐姐，我们这不迷路了吗？马上就走，马上就走。慢着，姐姐，你还有什么吩咐？把门修好了再走。好，马上就修，马上就修。你们还愣着做什么？还不快修！不打算回去了？这就修。姐姐，门给你修好了，我们可以走了吗？去，快走，别在我眼前晃悠。是，我们现在就走。娘子，她真的是娘吗？今天娘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娘子，她是不是？别胡说，你地里的活都做完了。我现在去。我一会就去，先把家里收拾收拾。站直了。300两可不是小数目啊，原本也就50两，可这利滚利就成了300两，不还是不行的。我也不能天天在家，他们几个应付不来的。是的，给你放门口了，你自己出来拿。好的。味道还不错，就是有些拉嗓子。这愿望戒指1天只能用1次，以后每次用还是要谨慎点。看样子只能去山里讨生活了，这可是穿越人世的必备项目了。就这么定了。大姐，我们听村里人说有人来咱家捣乱，你有没有受伤呀？我没事，先洗手吃饭吧，一会再说。大姐，他什么情况？我不知道怎么说，你们一会看到就知道了。他又整什么幺蛾子了？大姐，你意思是他不一样了吗？大姐，是好还是不好？你们等会自己看吧，快去洗手吃饭。大姐，姐夫呢？不用等他，他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还要欺负人到什么时候？好了，少说2句，你们把吃的端出去，我去叫他。什么事？娘吃饭了。来了。看样子马上就要见到其余3个女儿，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该面对的迟早是要面对的。吃饭吧。大牛他人呢？他还没回来呢。那就等他。你又要干什么呀？这就是你对娘说话的态度。我没有算计自己女儿的娘，哼。娘，我回来了。洗手过来吃饭吧。娘，我在厨房给他留了。慧冰，你去把大牛的饭端过来。慧姐，去给你姐夫抬把凳子。什么？我说的话没听到吗？好，我现在就去。大牛，过来坐下吃饭，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吃饭。这太阳也没从西边升起啊。大牛，你不问吗？傻站着干嘛？大家吃饭吧。大牛，吃饭还要我喂你？娘，你是不是有事？对，明天早晨和我出去一趟。娘，你要带他去哪？放心吧，不会把他卖了的。谁知道你说的是不是真的？那你明天跟我去好了。不去。我只是要个劳动力，我一个人带不了多少东西。你要去做什么？放心吧，不会去干坏事的。明天一早我和娘一起去。大牛，娘子没事，能比你们去强。阿姐，这真是娘吗？你觉得是假的？今天娘总感觉怪怪的。姐夫，你明天和他出去一定要留一个心眼哦。我会的。娘子，你怎么了？大牛，你说娘今天怎么变得不认识了呀？她平时训斥我的时候也挺厉害的呀。算了，睡觉吧，你明天还要早起呢。大牛走，咱进山去。这女孩意思不行，那头一同落入险境。秦娇突然发现自己穿越到了一个陌生的身体里，丈夫失踪。更令她惊讶的是，她还多了4个女儿和一个入赘女婿，单身狗直接当上了极品丈母娘。一场跨越时空的冒险之旅即将开始。接上集，秦娇奴思虑着要想快速偿还欠债，还得走穿越老路挣钱，靠山吃山。咦，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什么时候娘起床这么早了？我们走吧。娘，我们去哪？进山去。娘不会是想要把我丢在山里喂狼吧？傻站着做什么？赶紧跟上呀！秦娇奴不如这倒没看，谁让前身欠债更好？这家顺点，那家拿点的。村里的人恨不得将他赶出村去，要不是看在曹家几个孩子的份上，早把他送官了。娘真要去啊？跟好了，别到处乱跑。我让你别动的东西，千万不要乱动。知道了，娘。看来这片山林的猎物还不少呀。娘，你这是干啥呢？做陷阱。就用这些草绳？怎么感觉娘就是来浪费时间？还不如让我回去多耕2亩地。
大牛，什么猎物最贵？我听王大叔说过，他见过有猎户去卖熊瞎子和大老虎，一头就是100两银子，要是皮毛完好，价格还会更高。你能扛多重的猎物？400斤没问题。一头熊的重量差不多500斤，老虎也不会轻多少。现在自己这身体别说上百斤了，想拿个50斤东西都够呛。大牛，你就在那里等着，千万别乱跑，我一会喊你。娘不会要把我丢这山里面吧？应该不会，娘还指望我给她养老呢。反正上山的路上都做了记号，也不怕回不去，就按照娘说的在这等她回来。秦娇奴现在并不知道自己女婿把他想象的多离谱，这时他有更重要的事情做，因为他发现了猎物的踪迹。希望这具身体还没有太生性。我的老妖呀，果然还是太勉强了。娘不关我的事，冤有头债有主，不要来找我呀，找吃你的老虎去啊！我还活着呢。真的呀？那你咋弄成这样了？老虎弄的，你去后面把老虎拖出来，我们回去了。什么？赶紧的，一会血腥味就会引来其他野兽。我现在就去。这老妖可疼死我了！娘咋这么厉害，连老虎都能撂倒？一定是平时打我练出来的，看来我还是有点用的。秦娇奴现在腰疼的不行，顾不了别的。要是知道齐大牛现在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保不准一脚将他踹下山去。上集，秦娇奴为还债上山赚外快，打的老虎还把腰扭了。娘啊！干啥？娘你没事吧？你觉得呢？要不我背你。你这是觉得老虎不够重？还行吧。娘你站我身后，一会有危险就跑。齐大牛！咦，娘你咋坐地上了？快起来，地上凉。这憨憨是上天派来收拾我的吧？娘你放心，我这次绝对不会丢下你。这是我女婿，这是我女婿，这是我亲女婿。放心，没有危险的。你去看看是不是抓到野鸡或者野兔之类的小动物了。真的吗？真的。齐大牛现在对这个娘也是崇拜了，这都能抓到猎物，只是他为啥以前不出手呢？娘真的有啊！你把它拿出来啊！娘野鸡还会飞啊！笨蛋，野鸡会飞，野兔还会打洞。你把它们的脚拴好了，我们带下山去。要是再放走一只，你今天别吃饭了。哦，娘我知道了。娘，我们现在去哪？最近的县城，走路需要1个时辰，坐牛车需要半个时辰。可现在没人会拉我，让齐大牛这个憨憨自己去是真不放心，真是造孽啊！走，我们去县城。好的，娘。娘，要不还是我背你吧？不用不用，你在前面走就行。好大的老虎啊！小哥，好身手啊！娘，你还好吧？还有气呢，快走吧，赶紧去县城把东西卖了。齐大牛他们走进县城门口，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毕竟这老虎可不是随时都有，加上这虎皮完整，不少大户人家和酒楼老板一收到消息就赶来了集市。小哥，你这老虎卖不卖？娘，我们卖不。卖呀，不卖大老远的背来干啥？那我出50两。张抠门，你这价钱是不是太低了一点？我出100两。黄胖子，我还以为你有多财大气粗，就比我多50两，我出150两。你们都别争了，200两我要了。原来是何老板，既然何老板喜欢，这老虎就让给何老板了。那就谢谢各位承让了。我这个卖家好像没说卖给你啊。上集，两人来到县城卖猎物还债，有人却不怀好意。这不是价高者得吗？现在就我出价高。我什么时候说过价高者得了？你刚刚明明就说了。我说了卖，可我没说价高者得。娘啊！给我好好待着。好嘞。你可知道，不卖给我，这县城可没人敢收你的老虎。是吗？那我就拿回家做虎皮凳子。大牛，背上东西，我们走。哟，这是去找帮手了呀？那可要好好陪你们玩玩。这位大婶，有话好说好说，价钱我们可以再商量吗？我现在不乐意卖了，闪开！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大牛，会打架吗？啊，娘，我没打过架。别怕，一会我怎么说你怎么做，收着点力道，别把人打废就行。娘，我不行的。那你是想让我卖了汇兵？不行不行。那就听我的。好。何老板，谁这么不长眼睛，
敢不给你面子？老弟，你可算来了，就这2人，说好了价高者得，现在反悔了。识相的就把东西卖了，生的受皮肉之苦不说，还拿不到钱。你还想硬抢？呵呵，你也不去打听打听，我们想要的东西，以为你们能带走吗？要是我不答应呢？那可就对不住了，哥几个动手！齐大牛在秦江府现场指导，将对面一群人放倒。现在还要我们留下来吗？你别过来，洛，我告诉你。起来，装什么装？大牛，扛着老虎我们走。是谁不长眼的，连我大金牙的人都敢打？哎呦，这是碰到老熟人了。你有没有觉得这个人有些眼熟？大哥，他是干什么？把舌头捋直了。哟，咱们这是又见面了。亲娘呀，你怎么在这里？喊谁娘呢？不，姐姐，亲姐姐，你怎么在这里的？这不是来卖老虎给你还债吗？这么大的老虎都能一刀毙命，这到底是个啥人啊？要不我把这老虎给你抵债，我们之间算是两清了，怎么样？既然姐姐开口了，弟弟自然是要给你这个面子的。这债务我们两清了。借据，你看看，这是你的借据。还有吗？没有了。要不你把这几只也收了，我也省去些麻烦。对了，我这里还有刚从山上采摘的蔓越莓，要不？什么？是不是就是那个本地人不知道也吃不到，专门送卖乡人的蔓越莓？对啊，就是那个，这可是本地人想吃都吃不到的好东西啊！要不你都收了吧？姐姐，你打算卖多少？我也不多要，给个5两银子就好。你怎么不去抢？我不是正在抢吗？上集，娘俩卖货又见金大牙，还清欠债，还倒赚5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我不是正在抢吗？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大哥，我们这么多人，怕他做什么？金大牙看看头都大了。你给我闭嘴，否则我连你一块揍。姐姐，下面的人不懂事，你千万别往心里去啊。那这些个野味，还有这些可口的蔓越莓，姐姐说5两就5两，还愣着干什么？给钱！姐姐，5两银子，你说好。大牛，把东西交给他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多做善事，少作恶，否则老天不收你，我也会亲自动手。姐姐放心，我一定改。大牛，我们走。看什么看？戏都演完了，都等着过年看尔彬彬彪呢。散了散了。老大，又干什么？那个何老板怎么办？去看看他身上有没有银子，有就给兄弟们当医药费。娘俩走在街道上，齐大牛跟在后面，满脑子的疑问都快溢出来了。娘，我是怎么做到的？怎么把他们打倒的？我是不是以后都可以这么厉害？娘，你怎么突然识字了？还有，你怎么会打猎的？你之前怎么不打猎呢？闭嘴！娘，我错了，我不问了。昨天我是怎么和你说的？天，挺直腰杆。那就给我抬头挺胸的走路。你之前扛着老虎的时候，不是腰杆挺的挺直的吗？怎么现在没老虎了，身子骨还软了？娘，你不打我？我打你做什么？我们先去步行买些布，顺便去买双鞋。要是鞋和脚至于把腰扭了吗？娘，你要给我们买布料吗？是啊，家里的衣服都破破烂烂了，我们买回去做几身衣裳，再去买些吃的。哇，娘，你还要买吃的呀？这一脸不可思议是几个意思？哎，算了，别解释了，反正暂时也解释不清楚。两人来到一家布行，这家店生意很好，里面有不少的客人。齐大牛和秦娇奴刚准备进去，就被拦住了去路。你拦着我们干啥？我们家夫人和小姐正在里面买东西，你们2个乞丐却别出乞讨去。我们不是乞丐。你们说自己不是乞丐就不是了，赶紧走，否则我就揍你了。今天出门是没看黄历吗？怎么到哪都有找茬的？秦娇奴从他说话的嘴型就看出他说了什么，意思就是给他们些钱，赶紧打发。一会夫人小姐怪罪下，他们又有对手了。钱给你了，赶紧走。大牛，钱拿好了，我们走。啥子东西？还说自己不是乞丐，有本事别拿钱。宁，你为什么要让我拿这些钱？不甘心吗？我们明明就不是乞丐。你觉得你说的话有人会相信吗？就算不信，我们也不能拿这些钱。大牛，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让步吗？在那里僵持下去，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好处。里面的人摆明了有权有势，而我们有什么？我们既然现在什么都没有，那我们见好就收，还能用这些钱多买些东西，改善下生活，不是挺好？可是，大牛，
今天娘教你一件事，大丈夫能屈能伸，现在的委屈并不是一辈子的，有一天你会把今天的委屈全还给他们的。娘知道了。我以前没少压榨欺负你，有一天你得势，想必收拾的第一个人就是我。娘，我没有。那只是我还没有碰触到你的底线。齐大牛低头看着自己手里的刀，开始思考娘说的话。他的底线是曹慧，如果娘真碰触了，也许真如娘自己说的。还站着干嘛？大牛，你想学武吗？娘，你刚刚说什么？哎，没事，嘴欠什么？上集，娘俩遇到恶心家丁，无故又赚小钱钱。秦娇奴开解齐大牛，表示可以教他习武。娘，真的吗？想学就给我安静点。娘，你真的愿意教我？那就要看你表现了。我一定好好表现。秦娇奴懒得搭理他，朝着县城另一家白云布行走去。白云布行比之前的布行小许多，生意没有另一家布行兴隆，店里只有一个老板和一个伙计。客人里边请。娘，等等我。客人，你有没有事？可要请郎中？没事没事，不用管我。客人，你的衣服破了，一会买新的吧。秦娇奴看了看他店里的布料，都是百姓家常穿的革布和棉布、绸缎之类的棘手。夫人是想买些什么？老板，你这革布怎么卖？细棉布又是怎么卖的？革布一匹是240个铜板，棉布一匹480个铜板。一匹不能做几身衣裳？如果按身后小哥的身材，能做2身；要是按照夫人的身形，除了能做2身外，还能多做1条裤子或是外衫。现在6个人，革布平时干活的时候穿，换洗怎么都得2身。细棉布的里衣也得有2身，再买2身棉布的。老板，我能看看布料吗？当然，夫人收到，这就给你去。娘，我们真要买布料啊？不买，我们来这里干啥？杨老板把店里的每种布料都摆在了柜台上。夫人，这是我们店里所有的布料种类了。杨老板，我就要这些。夫人，一共是7200个铜板，或者是7两银子加200个铜板。娘，我们钱不够。老板，我只要革布的和细棉布，棉布暂时就不要了。夫人，不算棉布的话，总共是4320个铜板，或者是4两银子加320个铜板。老板，你这里有鞋子卖吗？本店只有一般的布鞋。鞋子卖多少一双？鞋子我们卖10个铜板1双。夫人买的东西多，我就送给夫人1双吧。那就谢谢老板了。大牛，你去买一个背篓。好嘞，娘。这是补你的钱，你点点。夫人，你不点点吗？不用了，我相信老板你的为人。老板，谢谢了。娘，我们现在去哪？去买些米和面，家里快断粮了。上集，秦娇奴在白云布行为全家6口买完布料，随后又来到杂粮铺子买零食。2位客官，需要点什么？你这米怎么卖？20个铜板1升，1斗200个铜板。那这个面呢？面和米的价格是一样的，客官。那帮我装1斗米，1斗面。好的，总共是400个铜板。老板，我还需要一些盐和胡麻油。盐1升是100个铜板，胡麻油是32个铜板。客官需要多少？来1升盐，再帮我灌2升胡麻油。好的，总共是564个铜板。老板，你点点。银两没有错，2位客官稍等。娘，我们接下来要去哪？大牛，你身上的钱呢？都在这里了。这些钱加上剩下的，买肉应该足够了。我们去肉铺。夫人，买肉吗？我这里肉可是县城里最好的。老板，你这肉都怎么卖的？夫人，你这是要肥肉还是瘦肉？这肥肉是20个铜板1斤，这瘦肉便宜一点，15个铜板1斤。老板，这有点贵啊。夫人，我这价格已经很实诚了，你要是买的多，我再送1副骨头。老板，你这骨头剔的也太干净了点吧？夫人，这谁家卖肉骨头剔的不干净？那不是说这手艺不行吗？那给我来5斤肥肉，2斤瘦肉。好嘞。老板将割好的肉装好，还多给了1副斗服。齐大牛看着他买这么多肉，感觉嘴里唾沫都分泌的多了。他有多久没有吃过肉了？老板，给你钱，你点点。夫人没有错，客官慢走，有需要记得再来光顾啊。这钱还真是不经花呀，早知道就多买大金牙几两银子了，失算了。秦娇奴看了看天色，他们从早上出来就一直路行，现在都已经快晌午了。闻到路边的包子铺飘出的香味，他用剩下的12个铜板买了4个肉包子，自己拿了1个，剩下的3个递给齐大牛。饿了吧，大牛，快吃吧。
这是给我吃的吗？你要不吃一会拿去喂大黄，还是这白面包子吃着舒服，最起码不会拉丧子。娘，我能给媳妇和妹妹他们留着吗？随便你。秦娇奴知道坐牛车是没戏了，还得走回去，只能杵着棍子，弯着腰往前面走去。齐大牛早就习惯了，反正他每次来县城也没钱坐牛车，都是走路的。上集，娘俩在县城采购完物资后，启程回家。那不是秦娇奴那个老妇人吗？是啊，她后面跟着的是她女婿吗？瞅着有点像，可是又有点不像。咋还一会像，一会又不像了？这齐大牛以前唯唯诺诺的，走路都是弯着腰低着头，也没人记得他的长相。现在这个你看着像吗？你这么一说，还真不太像。这秦娇奴有钱都拿去耍了，怎么可能会买这么多东西？你看看他现在杵着棍子，多半是出事了。身后这个人可能就是一路过的。两人身上都有伤，走得并不快，把身后议论的声音一字不漏地听了个清楚。两人出了城门后，秦娇奴开始有意地教导齐大牛：大牛，你要是没收那些铜板，这次家里可就没有肉吃了。娘，你就不会觉得难受吗？脸皮嘛。是啊，脸皮能值几个钱？有时候脸皮厚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什么？别那么吃惊，将来你面对的人形形色色的，你要是那么容易就被激怒了，可就上了别人的圈套了。娘是说我今天冲动了吗？你今天要是在布行动手了，会怎么样？齐大牛没想过要和别人动手，他不敢，可是他又很不甘心被别人给侮辱，这样的心理是很矛盾的。你会被怒气冲昏了头，直接动手打人。你想说你不会，那么问题来了，再僵持下去，只有一种可能，你会挨揍。要是再碰到一个有权势的，挨揍你还是轻的，下大狱，随便给你一个罪名都有可能。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凭什么？就凭他们手里的权力。娘，难道我们就一辈子要被人给欺负？呵呵，想不被别人欺负，自己就要有本事才行啊。娘，你能教我吗？齐大牛第一次敢正视秦娇奴，秦娇奴玩味地看着他。以前的齐大牛看他都不敢，哪怕偶尔和他对视了，都会快速地移开视线，懦弱而胆小。这是第一次敢这么直视他吧？你要学的东西可不少呢。曹慧斌在家里焦急地来回，他一早起来就已经不见秦娇奴和齐大牛了。现在晌午都过了，怎么还没见他们回来？他们到底去哪里了？怎么还没回来呀？他不回来最好，只是姐夫怎么也没有回来呀。三姐，我说慧姐呀，他都要把你卖了，你怎么还老向着他？二姐，他怎么说也是我们娘呀。我宁愿没这个娘。哟，那还真是让你失望了。曹家4个女儿一起往门口望去，发现只有秦娇奴一个人，4人心里就是一个灯，这人不会是把齐大牛给卖了吧？上集，秦娇奴先回到家，4个女儿以为自家娘将齐大牛给卖了。你把大牛怎么样了？大姐夫他人呢？秦娇奴看着他们一个个脸色惨白地盯着自己，好像自己是人贩子一样。他们不会是以为自己把齐大牛给卖了吧？这想象力他都要给满分了。突然间他想要逗逗这4个女儿了。他呀，我告诉他说山林里有不少的凶兽，打到了凶兽就能给你买漂亮的衣服。他听后就直接去了。为什么？他到底有什么点对不起你？你为什么连他都不放过？我要去官府告你草菅人命。我们怎么会有你这样的娘？娘，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齐大牛因为整理鞋子里的石头落在了后面，刚到家门口就听到曹慧斌的哭声，心急不行，直接冲了进去，把站在门口的秦娇奴又给撞倒了。娘子，你怎么了？大牛，你没事？没事啊，我能有啥事？姐夫，你不是被他骗上山了吗？齐大牛扭头就看到秦娇奴也坐在地上，连忙上前去扶他站起来。娘，你怎么又坐在地上了？不是说了吗？地上凉凉。齐大牛，我这几天都不想再见到你。我好像也没做错什么呀，怎么娘又生气了呢？她生气了会不会不教我武功了？大牛，你身上的伤到底怎么回事？是不是他又打你了？他打你就不会躲吗？不是的，娘子，娘没有打我，这不是他打的。那是咋回事？对呀，姐夫，你们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姐夫，这些东西是咋回事？齐大牛看到几人好奇宝宝似的眼神，就把今天的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曹家4姐妹的下巴都没合上。姐夫，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吗？没有帮他说话。大姐，你掐我一下，我怎么感觉像是做梦一样？秦娇奴现在躺在床上，
正在考虑用愿望戒指兑换什么药来治疗他的腰伤比较好。齐大牛，你就是专门来克老娘的，给我个活血止痛膏呀！今天的愿望又用完了，看来好了之后要用灵泉水泡泡身体来强筋健骨了。之前喝了1碗才勉强改善身体机能，再不下狠药，怕是就要早夭了。谁啊？娘，是我。有事吗？娘，我能进去吗？进来吧。慧姐，你怎么来了？娘，姐夫说你受伤了，我想打仙水，给你洗洗。你这么怕我，怎么还敢进来的？我谢谢我们的小慧姐了，你害怕就出去吧。什么？没关系的，你出去吧，我自己可以处理。娘刚刚是对我说谢谢了吗？慧姐，你怎么了？他打你还是骂你了？我就和你说让你别管他，你怎么就不长点心呀？哦姐，娘刚刚对我说谢谢了的。你看我就说他，你刚刚说什么？我说娘刚刚对我说谢谢了的。这也没发烧啊？怎么好端端的说起胡话来了呢？哦姐，我没发烧，我也没胡说，娘真的对我说谢谢了的。大姐，你快来给慧姐看看，这丫头怎么开始说胡话了？上集，慧杰被娘说了声谢谢惊呆了，慧清还以为妹妹发烧说胡话，赶紧去找大姐汇报情况。大姐，你快来给慧姐看看，这丫头怎么开始说胡话了？慧姐，她真的对你说谢谢了吗？哎呀，娘嘞，三姐，你知不知道这样人吓人，会吓死人的？知道你胆子小，也不知道你胆子这么小。三姐，你要相信我，娘真的对我说谢谢的。好，我相信我们家慧姐。曹慧玉嘴上说着相信，可她心里也不太相信，她这个娘平时除了各种使唤他们外，什么时候会对他们说谢谢两个字？曹慧冰正在整理着齐大牛带回来的东西，里面油盐、肉还有布料。他看着这些东西，到现在都有些不敢相信是自己这个抠门的娘。齐大牛帮忙把米和面都滚到了厨房的米缸里，让空了许久，连老鼠都不愿意光顾的米缸，重新有了白花花的大米。娘子，这块蓝色的布料是你的？曹慧冰看着这几匹布料，他们有多久没有穿过新衣服了？以前娘很抠门，根本舍不得给他们买新衣服，总说缝缝补补又3年。大姐，这些布料哪来的？娘买的。这是你的。这是我的。娘本来还要给你们买棉布的，只是钱不够，就只能买革布了。姐夫，怎么你现在都向着他说话了？你忘记他以前怎么欺负你的了？娘这2天也没欺负我啊。姐夫你好了，你姐夫说娘已经把债务还完了，我看着他是想好好过日子了。大姐，我们不能被表面给麻痹了，谁知道他是不是又憋着什么坏呢？把这布匹给慧玉、慧杰他们2人送去，自己做衣服去。曹慧清不想要这些布料，可是看看自己身上的衣服，又舍不得，就抱着布匹出了厨房。大牛，你能做一下饭吗？好的。对了，娘子，我这还有肉包子，娘给买的，我没吃，带回来给你和妹妹吃啊。你怎么不吃呀？嘿嘿，我可以吃杂粮馒头，这个你们吃吧，可香了呢。傻子，这个我们1人1半，那2个等会蒸热一下，给慧清他们分着吃。曹慧冰和齐大牛分食了一个包子后，他犹豫了下，抱着玄色的布料和细棉布去了秦娇奴的房间。曹慧冰推门进屋，看到娘正在泡脚，还能看到她脚上有不少。是有什么事吗？曹慧冰没有说话，把手里的匹布放在床上，挽起了袖子，蹲在了水盆的旁边，伸手给她小心的洗起脚来。秦娇奴不知道这是什么个情况，本能的就想要缩回自己的颈。别动！曹慧冰帮忙擦干净脚上的水，又帮秦娇奴将脚上的血泡处理好。谢谢。我一会给你送吃的，这几天就好好在家休息。慧冰这是对我这个娘有所改观了吗？我去，忘了我不会做衣服啊！这几个女儿怕是指望不上，村里人更加不可能，还没进人家门，怕就被棍子赶出来了。上集，曹慧冰帮秦娇奴处理完伤势，又将晚饭端进屋里，一口一口喂给秦娇奴吃。你以后不耍钱了，我们就安安稳稳的过日子。爹失踪这几年，我们也知道你辛苦把我们拉扯大不容易。你要是想好好过日子，以后你别去耍钱了，给3个妹妹找个好亲事，我和大牛在家陪着你。你好好想想吧，要是你还要执迷不悟，这个家我们也不待了，你别怪我们不孝。其实刚刚秦娇奴想说，家里有她这样一个娘，想要给家里的3姐妹找到好人家，怕是有些困难。秦娇奴夜里腰疼的睡不着，干脆起身，杵着一根棍子走了出去。现在已经过了5天，
是新的一天了，他亲手清早的出了房门。给我1浴缸的灵泉水。泡过的灵泉水散发着阵阵臭气，秦娇奴闻着这味道都快窒息了，努力的不去想这个味道。等身体没有黑色的物质排出，他抬手挥打过去。秦娇奴走到溪边，把自己从头到脚都清洗干净。他低头看去，现在他皮肤光滑，透着健康的粉色，松弛的皮肤也变得紧。这样一看，效果明显啊，腰也不疼了，终于可以摆脱那破身体了。现在秦娇奴的心情好的不行，哼着小曲，准备回家好好的睡一觉。小心肝，你可想死我了！死鬼，猴急什么？能不急吗？这好不容易等到的机会，快给我亲亲！讨厌啦！秦娇奴刚刚通过灵泉水的滋养，耳力提升不少。通过原主的记忆得知，这男的好像是村长梁树，女的好像是村里的另一寡妇崔氏。两人现在的位置正好挡着下山的路。2位能不能换个地方？你们挡着道了。良呀，鬼呀！你别过来，千万不要过来！大仙木怪，我们不是有意打扰的，你饶了我们吧。我说村长，你们这样不怕村长夫人知道吗？你去看看是不是那个秦娇奴。我不敢。村长，要不你自己过来看看。我告诉你，我可是有护身符的，我管你是什么妖魔鬼怪，你赶紧走开。我好害怕哦。村长，这证据我就先帮你保管了，下次可要找个更安全的地方哦。杨树一听也来了脾气，一把扯掉死死抱住他的崔氏。我当是谁呢？原来是你呀！这大半夜的不会也是来那什么的吧？我可不像村长你，我还愿意等我家那个死鬼回来呢。秦娇奴，你大半夜的说这话，你觉得谁会信？不会说话以后就少说。秦娇奴，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今天的事你不说我也不会说，但是你以后看见老娘就给老娘夹着尾巴做人，否则老娘有的是办法收拾你。这2样衣物我就先帮你收着了，要是下次再犯到我手里，我不介意把它们送给村长夫人，这上面可是绣着名字的。崔氏感觉到秦娇奴走了，赶紧对杨树说道：村长怎么办？怕啥？他不是说了不会说出去，回去把嘴巴给我闭紧了。你最好说到做到，不然我一定会让你后悔。秦娇奴这边悄悄地走进院子，转身想要把院门关好，就感觉到身后有一股劲风朝他打来。他身子一动，躲过了身后的攻击，反手就把身后的人制服了。齐大牛，你大半夜的不睡觉，在这里干什么？你快放开我！你个贼人！你再不松手，我就喊人了。你看看我是谁？你休想勾引我！我是你娘。鬼呀！这家伙这一嗓子，把家里的人都吵醒了。4个女儿都穿好衣服，冲了出来。你是谁？快放开大牛，不然我们就好难了。大姐，别和他废话，我们先把姐夫给救出来。曹慧清刚准备上前，曹慧冰借着月光看清楚了秦娇奴的容貌，赶紧制止道：住手！快点住手！你大晚上的不睡觉，出去做什么？出去洗了一个澡。洗澡？没什么事，我回去睡觉了，你们可以继续赏月。大姐，他是不是？他再荒唐，也不至于会做这样的事。爹已经失踪好几年了。行了，都回去睡觉吧。大姐，慧姐怎么了？娘她变得不一样了。她这2天的确是不一样啊。不是的，我是说容貌。容貌？我刚刚看到娘变得很漂亮，皮肤也变得好好的，看上去比大姐还要年轻。慧意，你刚刚注意了吗？没有，我刚刚忙着去想怎么救姐夫了。大牛，你看到了吗？没有，我刚刚吓得不敢看。算了，都回去睡吧，明天再说。曹慧清走回去的时候，就在想着一件事。这2天她变得好奇怪，现在又大晚上的出去，难道是山林的精怪？晚上出去找男人，吸取了他们的精魄，然后就变得漂亮了。今天秦娇奴总算是睡得舒服了，天不亮就起床准备锻炼，他要早点熟悉这具身体。出门看到齐大牛已经起来了，正在打扫院子。娘，你起来了。娘，你去哪？锻炼去。那我也去。秦娇奴看了看村子里现在没有人，就绕着村子开始跑步。跑了几圈，天色已经开始有些微微的发白。他才秦娇奴发现齐大牛竟然没累趴下，看来平时没白干活啊。回去扎个马步，我看看你的下盘稳不稳。娘，你要教我武功？
你学不学了？学现在就学。齐大牛二话不说就在院子里蹲起来。下盘不是很稳，今天先蹲半个时辰。好的。蹲好了别动，不然我可就拿棍子抽你了。曹慧清一晚上都没睡着，听到外面的动静，出来就看到齐大牛在受罚。你一大早的又要干什么？姐夫又做错了什么？你要这么罚他？二妹不是你想的那样。给我蹲好了，让你动了吗？知道了。曹家另外的3个女儿听到吵闹声出来时，发现这画面怎么看怎么鬼。看好你姐夫，蹲够了半个时辰才能让他起来。大牛，娘又罚你了。娘子不是的。那你干嘛蹲在这里？娘在教我武功呢。他哪里会什么武功？他就是想找借口收拾你。他的身手我是见过的，这绝对不是娘会有的。那么他到底是谁？秦娇奴来到厨房，开始生火、洗锅，准备熬一个清粥，配上爽口的泡菜也是很开胃的。他不打算瞒着他们，这不是自己的性格。既然现在占据了他们娘的身体，那就和他们好好相处，更会努力给他们找到一个好的归宿，也算是为还这份信任的恩情。三姐，我是不是看错了？刚刚进厨房的是娘吗？好像是吧，我刚还想问你呢。上次娘做个吃时差点把厨房给烧没了，之后就一直没进过厨房。是的，我之后还在床上躺了几天才能下床干活的。不好，不好！他们想象的烟火还没有看到，还能闻到阵阵的米香，这真是见过一回。你们2个要是没事，去洗洗手，帮忙拿碗筷准备吃早饭了。好的。不想吃粥吗？不是，粥挺好。怪我多管闲事，早饭我不吃了，回房睡觉去了。慧清，娘子，既然是锻炼，你就好好锻炼吧。好，我会努力的。大姐，二姐人呢？她说想睡觉，不用管她。那好吧，大姐，偷偷告诉你哦，早饭是娘做的。她做的不是你们去做的吗？不是的，是娘熬的粥。看来她又浪费粮食了。我脸上是有东西吗？你真的是娘吗？你想问什么呀？总感觉你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你害怕了吗？曹慧玉在自己心里想了想，这要是自己的娘，好像比之前的好太多了。你会吃了我们吗？这要看你们听不听话了。曹慧玉一听，吓得小脸都白了，她居然承认自己是妖怪。大姐，大姐，她，慧玉你怎么了？娘她不是人。胡说什么呢？真的。到底怎么回事？曹慧冰现在头疼的不行，家里怎么就没一个省心？我刚刚问他会不会吃了我们，他说要看我们听不听话，他真的是妖怪。他要真是妖怪，能告诉你，这不是让你防备着他吗？难道不是吗？他明显逗你玩呢。秦娇奴发现家里这些人也挺好玩的，正好可以打发下无聊的时间。他把熬好的粥盛上来，又把锅给洗干净了，端着白粥出了厨房。曹慧冰看着桌子上的白粥，他现在彻底确定了，这人绝对不是他娘，而是披着他外皮的人。而他到底是谁？秦娇奴自然看到了曹慧冰的猜疑，他也不在意。刚刚好半个时辰，洗手吃饭吧。齐大牛听到时间到了，身上的力气一放松，立马跌坐在了地上。大牛还好吗？没事，就是一下子放松了，腿有点软，一会就好了。你坐着，我给你捏捏。你们去洗手吃饭，站着干嘛？快吃吧，尝尝我的手艺。齐大牛端起饭碗吃了起来。通过这2天的相处，他并不那么害怕秦娇奴了。娘，这个凉菜好好吃的。好吃多吃点，这个开胃又爽口。慧玉你也想吃吗？尝尝，很不错的哦。顿饭吃得格外的丰富，可也意外的和谐。吃过饭之后，秦娇奴回到房间。今天天不错，等会可以把铺盖拆下来清洗下，这味道真是受不了了。进来吧。你有什么话就说吧。你是谁？我以为你们都不会问呢。我娘人呢？坐下说吧。我不清楚，如果他还在，不知道他听到这声娘会不会开心。那他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我来的时候他已经不见了。什么意思？我也是一个人，不过不是这个世界的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里。我来的时候，你娘已经不在了。啊，他是死了吗？我也不知道。
曹慧冰现在的心里五味杂陈，脑海里浮现了过去的点点滴滴，有一家六口其乐融融的景象，也有娘沾染上耍钱恶习后不可理喻的回忆。你娘她不会回来了，对吗？我不知道，只是我来的时候她已经不见了。你难道不希望她回来吗？是的。那我可得好好活着了，说不定我不在了，她就又回来了。那你想让我离开吗？曹慧冰眼神复杂的看着他，离开？如何离开？你要想让我离开他的身体，怕是很难做到，除非我那什么了。曹慧冰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庆祝，他们身上的大山没了，也不用再受他的欺压了。可是现在这个陌生的娘，让他不知道要如何适应。我能想想吗？当然可以，你要想我留下，我会一直照顾你们，算是还了见你娘身体的情分。要是你觉得我离开，你们可以过得更好的话，我也可以离开。曹慧冰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房间的，等回过神来，已经站在院子里了。这件事对他而言匪夷所思，更加没办法对家里其他人说。不过通过这2天的相处，家里人都感觉心里踏实多了。如果是真的话，说不定是件好事呢。可是这个人并不是自己的娘，这样做会不会太自私了？秦娇奴等曹慧冰出了房间，就继续拆着铺盖。他将拆下来的被褥装在木板，拿着皂角、木锤就来到了河边。几个正在洗衣服的妇人一看到他，先是一愣，这是哪里来的漂亮妇人？以前怎么没见过她？她是秦娇奴啊。崔宝说今天正巧也来洗衣服，他看到秦娇奴的时候脸色都白了，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哟，还真是巧啊！还别说，这崔寡妇长得也挺好看的，潮红的苹果脸，眉下是油似一泓清水的杏眼，乌黑的浓发，细细看去就是那种耐看的美人儿。你很怕我吗？我怕你做什么？既然不怕我们唠唠嗑，打发时间。这人什么毛病？我说你这么年轻，跟着一个有家有室的老头图什么？你不是不说的吗？我只是说不对外人说。你是外人吗？我记得你男人是进山的时候摔下悬崖摔死的吧？秦娇奴，你到底要做什么？唠嗑呀，刚不是说了吗？我没有什么可以和你唠的。崔氏，他并非良人啊。怎么都没人了？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秦娇奴现在都习惯了，想要让他们对自己改观，只能慢慢来。都中午了，他们不会都离家出走了吧？秦娇奴看着时辰不早了，就去厨房生火煮饭。等到他把饭都快做好了，曹慧冰姐妹4人娘，你在做饭吗？对啊，我看你们都不在，就先把饭做上了。娘，你去歇着吧，我们来做就好的。慧姐，二姐你怎么啦？这里我们来吧，你去外面休息吧。好吧。秦娇奴从厨房出来，发现自己现在也没什么事情可以做，干脆就出了院门，去骑大牛电租田里看看。娘，你怎么来了？闲着没事就出来看看。这大热天的，你在家里待着多好。大牛，这些田地平时都是你自己打理吗？是啊，平时地里没有什么活的话，娘子他们就在家做绣活。那你一个人忙得过来吗？忙得过来，总共也没多少事，就是费点时，春耕和秋收的时候，娘子他们也会过来帮忙的。走吧，回家吃饭。娘，你先去，我一会就回去。秦娇奴看着面前的田地，以前这里就属他们家的田地最多，还店租给别人，只可惜现在都被自己给卖了。唉，真得好好想想怎么赚钱了，不然还指望他们几个来养自己呢，还不够丢脸的。敢相信，上午娘刚教会女儿养家的绝活，下午女儿就对这个娘说：“你还是离开这个家吧。”秦娇奴从田里回家后，连吃饭都是心不在焉的。他现在满脑子都是赚钱的办法，有些可行，有些还需要再等等。二姐，娘这是怎么了？谁知道是不是憋着什么坏呢？不能吧？你想想看，他是不是很久没找我们麻烦了？我总感觉娘最近怪怪的，但又说不上来哪里怪了。我们可要提防着点，千万别着了他的道。你们2个快坐下吃饭，干什么呢？吃过饭，骑大牛会去午休一会儿，其他姐妹4人都会去做自己的绣活。年纪最小的曹慧杰绣活不是很好，只能帮3个姐姐打下手，分线什么的，或者自己绣个简单的手帕来练手。曹慧玉就是个坐不住的人，绣活不好也不差，如果不是为了生活，她是1分钟都不愿意坐在这里认真绣。
哟，这慧清的绣活不错，不比慧冰绣的差呢。娘，你要绣吗？以前出任务的时候，倒是有幸接触过双面绣，也学过怎么绣，可惜自己没那个天赋，绣不好。不过可以让他们试试呀。娘，你有事吗？小四啊，我这里有一套针法，你用这套针法绣一朵花行吗？爸，你老欺负慧洁干嘛呀？秦娇奴真是想教训这个二女儿了，怎么老是和她对着干？你说吧，我给你绣。小四她的绣活不好。那好，我说你绣。大姐你没事的，你说怎么绣吧。曹慧冰虽然听得有些奇怪，下针的时候也感觉到很奇怪，不过还是把一朵花给绣了出来，也没看出有什么奇特的地方。慧冰，我说的这几点你都记住了吗？都记住了，可是有什么不一样吗？这吃饱了就容易犯困，我先去睡会儿。大姐，娘刚刚让你绣的是什么呀？曹慧冰自己也没弄明白，难道真的是在逗自己玩呢？她低头看了看绣好的花，也没看出来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她这么一拿，绣布后面的图案也就完全的展现在了其他三人的视线。这怎么可能？三姐，你快看看后面呐！曹慧玉这才翻过来看后面的图案，惊讶的话都说不出来。后面同样是一朵花，前面是一朵牡丹，而后面的则是一朵月季。呀，这是怎么可能？大姐，这个真是他教你的？这个先别往外说，我等等再琢磨琢磨，晚点再告诉你们怎么绣。您呐，大姐，我们都知道的，一定不会到外面说去的。这个娘身上的秘密实在是太多了，留下才到底是不是正确的选择呢？齐大牛发现今天的曹慧冰一直都是紧锁着眉头，虽然平时她脸上也没什么表情，可是这样愁眉不展的样子，他还是很少看见。娘子，你今天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大牛，你觉得娘这2天怎么样？娘子，你要说的是这2天的娘吗？我还是挺喜欢这2天娘的。这2天娘不会阴晴不定的教训我，还会教我武功呢。等我学会了，我就能保护娘子你了。那要是他离开呢？什么？娘是要改嫁吗？你胡说什么呢？啊，不然娘为什么要离开了？曹慧冰顿时感到无语，总不能告诉他，这个娘已经换成别人了吧？大牛，你去地里干活吧，我没事了。好的，娘子，你要是有事，可要记得和我说啊。知道了，你记得带些水，把帽子戴上，最近太阳有些晒了。好。下午，曹家3姐妹会利用空闲时间去打一些柴，找一些能吃的野菜。秦娇奴起来的时候，只有曹慧冰拿着早上的绣花绷在发呆。这绣法还有哪里没想明白吗？你还是离开这个家吧，我能照顾好妹妹她们的。你还是离开这个家吧，我能照顾好妹妹她们的。你已经想好了吗？我不知道要怎么开口喊你，你在家里，我们都会感觉到不舒服。也是，自己在这个家的确会让他们不自在，不如先离开一段时间看看。要是他们真的能够照顾好自己，我也乐得潇洒。那好，明天一早我就会离开，你对外就说我去走亲戚了。好的，我就这样和他们说。秦娇奴回到房间后，准备收拾几件衣服。他虽然答应离开，但是最起码要看他们真的能照顾好自己才行，不然他离开后会心不安。这小山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竟然臭得要命。小山包为什么会臭呀？不知道的，还好大姐你今天没去呢，不然闻到那个味道你也会臭死的。这可不能怪我啊，只能怪这破身子不给力啊。秦娇奴半夜的时候就已经离开了家，没有告诉任何一个人。早上齐大牛起来的时候，在院子等了许久，都没有见到秦娇奴人，想去敲门，又怕挨骂，就在院子里徘徊了许久。等到曹慧冰他们都起来了，依旧没有见到他出来。娘子，娘是不是生病了？他没起来吗？一点动静都没有。姐夫，他这就是老毛病犯了，你还指望他真的能教你什么武功啊？曹慧冰走到他的房门前，抬手准备敲门，发现房门并没有关，一进去就能看出房间里面没人。他这时就离开了吗？可是心里怎么有些空落落的呢？大姐，他人怎么不在呢？这么早会去哪里呀？他昨天和我说今天要去走亲戚，可能是一大早就出发了吧。我们还有亲戚可以走吗？曹慧清一脸的疑惑，家里的亲戚在他娘染上耍钱的毛病后
就都和他们断绝了来往，怎么还会有亲戚可以走？可是现在当那个讨厌的人走后，他突然觉得异常的烦躁。这边秦娇奴并没有走远，他对这具身体的适应度还是差了一些，所以干脆就去上次狩猎老虎的山林里待几天，适应一下身体。这里的野兽足够多，危机感也足够强，是最好的试炼场。匕首还算是顺手，希望这次不会再掉链子了。这山林外围有不少小型的动物呢，村里人之所以不敢来这片林子，看来还是因为这里的毒蛇多。之前就听说不少人被毒蛇咬过，大多数都没有救回来。哇，蛇胆、蛇羹，烤蛇肉的味道也不错。这人类怎么和以前见到的不一样呀？以前吓一吓他们就跑了，这人的眼神怎么有些吓蛇呢？秦娇奴见他有些呆愣，迅速的伸手抓住了他的七寸。这大早上的还没吃饭，就勉强拿你开饭了。小是小了点，不过炮制一下也能拿去药店卖点钱。蛇小了，这蛇皮就小，看样子也不能做什么呀。田小，你别吃我呀！吃饱喝足后，他开始往林子的更深处走去。村长杨树这2天都是坐立不安的，生怕秦娇奴来威胁自己，又怕自己婆娘知道了那件事。要知道，他能当上这个村长也是靠了他娘家关系，不然他怎么可能会忍受得了他那肥胖的身子？还有一个傻儿子。大叔，你在想什么呢？你这大白天的，一惊一乍的干什么？我说你这婆娘，不知道人吓人会吓死人啊！杨树，老娘是给你好脸色看了不是，让你对老娘大吼大叫的。杨子，你消消气，我不是吼你呀，这不是正想事情的吗？蛇，是不是在想哪个狐妹子？疼，家里都有一朵娇花了，其他野花怎么入得了我的眼？那你刚刚在想什么呀？这大宝年纪也大了，我这寻思着给他找个媳妇嘛，总不能让他打一辈子的光棍啊。你还好意思说呢？之前你说曹家的大女儿让她来给大宝做童养媳，结果呢，人家转头就去找了一个骑大牛入赘，让我们成为全村的笑话。我怎么知道这秦娇奴这么不识抬举，连我这个村长的面子都不给？依我看啊，村里就他家几个女儿长得还行，配得上我儿子。杨树听到这里终于明白了，这是想要自己去逼秦娇奴就范。要是以前倒是可以去试一试，但是现在自己有把柄在对方手里，他有点难办了。杨树，我告诉你，我就要让他们家女儿给我儿子做媳妇，不然我就告诉我爹你欺负我。别，我想办法总行了吧？真是嘴欠，说什么不好，非要说给大宝找媳妇，别人家还可以弄点手段。这秦娇奴我现在还是离得越远越好，他耍钱的恶习还是我找人下个套。这事如果再被他知道了，我怕是没好日子过了。村长出去啊？出去转转。你们知道不？我听说秦娇奴走了。走了吗？你们刚刚说谁走了？曹家的秦娇奴呀。他去哪了？村长，我听说是去找远方亲戚去了，短时间是回不来了。此话当真？要是秦娇奴真的不在，那倒是可以想个法子。秦娇奴并不知道杨树这个人，正在算计是他的女儿，他现在成了可以执行我他可没有让自己差钱。现在主要是靠他训练自己身体的反应。经过几天的训练，现在黑熊看到他气得牙痒痒，也不追他，只是对着他一阵的乱吼。你就不能做个人？有这么欺负熊的吗？秦娇奴向他走去，他就往后退。总之他现在说什么都不会再去追这个人。这好不容易养起来的肉都跑瘦了。这时秦娇奴只能眼看着黑熊转身跑进深山，不给自己。也进来训练几天了，该回去看看卫兵他们过得好不好了。回家的路上还从陷阱里捉了野鸡和野兔，准备带回去给他们改善伙食。这时的曹家大门外围着不少人，村长杨树带着一个受伤的男人站在齐大牛面前。大牛，你现在咋成这样子了？怎么把人打成这个模样？哎呦，疼死我了，打死人了！我要去官府告你，我要让你下大狱。我没有，我看他晕倒在了路边，就把他给扶起来了。他不是我打的。大牛，这人证物证都在，你怎么能不认呢？这时杨树朝人群中做了个小动作。对，我看到了，我当时正在一棵树后面方便，听到动静跑出来一看，好家伙，就看到齐大牛按着这个人打，下手那个重哦。你胡说，根本就不是你说的那个样子，娘子真的不是我。大牛，你既然说不是你，那你总要拿出证据来吧。你们想怎么样？赔钱，不赔钱我就去官府告你，告你们草菅人命。这个，你想要多少？5两银子。你怎么不去抢呀？哎呦，我胸口好痛呀！
慧清，你少说两句。曹慧清现在就是恨得牙痒痒，也只能暂时忍下心中的怒气。我们没有那么多钱。这可不好办啊！这要不出钱了事，要不他真去告你们，到时候大牛怕是没好果子吃了。村长，我们家什么情况？你不是不知道，怎么可能拿得出5两银子？我当然知道你们家情况了，要不怎么让你们就范呢？你看，要不这样，这5两银子我给你们出了，但是你二妹要嫁给我儿子。不行，大牛，我这可是好意，5两银子也不是小数目，我这借给你们了，你们拿什么还？我就是去坐牢，也不会让我二妹嫁给你儿子的。怎么的，我儿子还配不上你二妹了？配不上。秦娇奴早在他们刚闹事的时候就已经站在了人群外围，虽然站得远，但其耳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他们的对话都听得一清二楚。这是发生啥事了？哎，这曹家也不知道是做了什么孽，这好不容易送走一个秦娇奴，又摊上这糟心事。这是摊上啥事了？这不摆明着是村长要坑曹家姐妹，给他傻儿子做媳妇呢。说话这人突然回过味来，身后的声音怎么有点耳熟？转头一看，差点没把自己给送走了。你，咱们下回再聊，现在麻烦借过一下。好的。齐大牛，你进来。乡亲们把他们都抓起来，送官府去。这大人还有理了。呵，好大的阵仗呀！杨树听到这声音后，更是连汗毛都竖了起来。他不是去走亲戚了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是秦氏回来了。我再不回来，家都要被你们给拆了。这说的是哪里的话吗？既然你回来，这就好说了。你女婿大牛把这人给打了，你总得给个说法吧？我看看这是打的谁啊？要是真的把人打了，这的确是该给个说法的。这人不是在那里吗？娘，我没。你给我闭嘴，好好看着，这么拙劣的演技都能上台，以后要学的还多着呢。知道了。拿好了，一会回去就给做了。今天咱们家改善伙食。曹慧清看到他出现的时候，心里是开心的，但这个时候手里突然接过2只野鱼，怎么感觉怪怪的？哎呦，疼死我了！这么拙劣的化妆，骗其他人还行，骗我还嫩了点。你这人真是的，怎么能这样讹人呢？误会，都是误会。想知道真正被揍之后留下的伤是什么样的吗？不想。不，你想。秦娇奴对着男子化妆的地方就是一顿摩擦，围着的乡亲们都吓得不敢说话了。现在可是要轮到你们了。上集，秦娇奴及时到场，破坏了村长杨树要帮傻儿子强娶媳妇的想法。你就这么想要我女儿去给你做儿媳吗？是又怎么样？你也不想想，有你这么声名狼藉的娘，你家女儿嫁不嫁得出去还是个问题。我家能看上她，您就该烧高香，早点同意了。切，我会稀罕把女儿嫁到你们家当牛做马的使唤吗？今天就告诉你们了，谁都别想打我家女儿的主意。我家女儿只招上门女婿，还有收起你们那些下三滥的手段。今天是她，下次说不定就是你们了。爷，你简直不可理喻，哪有让自家女儿招入赘的？我就可以，我女儿自己都还没疼够呢，哪里轮得到你们这些阿猫阿狗的来搓磨？快走，不走我可就帮你了。大牛，把他们给我都请走。好的，娘。齐大牛，你等着，你们最好别落在我手里。村长，你和村长夫人的那是够激烈的，这手指甲的抓痕可是又深又长哦。爷，你胡说什么？秦娇奴刚刚的声音可不小，张氏本来是想要来看看杨树事情办得怎么样，冷不丁的听到秦娇奴说的话，想明白了很多事后，直接一笔接受。老娘嫁给你，给你生儿育女，操持家务，你竟然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我要回去告诉我爹。杨子，你听我说。人群中的崔寡妇脸色一白，这要是让张氏知道那人就是自己，怕是什么事都能发生。他看了秦娇奴，转头就离开了。村里的百姓没想到，这热闹看的还能从天上再掉下一个大瓜来。随后大伙就都去村长家门口继续吃瓜了。秦姐姐，你就饶了我这次吧，我就是鬼迷心窍了。拿来吧。秦姐姐，你要什么？既然是拿钱办事，自然是给了你钱的。把你身上的赃款交出来，再帮我做一件事，否则以后我见你一次帮你化妆一次。秦姐姐，这些是我身上所有的钱，不，赃款了。呵，还不少啊。等会你去一些地方，就说杨树是去逛了那什么楼的，剩下的不用我再教你了吧。是，我懂的，我现在就去办。娘，你这几天都去哪里了？对不起，娘这几天有事离开了会，以后不会了，别怕。曹慧清拎着2只猎物，眼眶也红了，她好像没有以前那么讨厌他了。曹慧玉也在一旁吸着鼻子，一副想靠近秦娇奴又不敢靠近的模样。慧玉过来吧，我以后会一直护着你们的。娘，好了，
没事了，以后没人敢欺负你们了。以前是娘错了，以后娘不会再去耍钱了。这银子给我干啥？以后家里的银子都交给你保管，这样你们总算能放心了吧？谁知道你是不是真的变了？曹慧清嘀咕了一句后，就拎着2只猎物去厨房处理去了。娘，我帮二姐去啦，我也去帮忙。齐大牛看到秦娇奴回来是最开心的，以后娘又可以教自己武功了。大牛，你去看看水缸里还有水吗？好的，娘子。你要说什么就来我屋子里说吧。你不是走了吗？我去山林里待了几天，今天回来是想看看你们过得怎么样。如果过得不错的话，我就打算真的离开了。我没有照顾好妹妹。你自己都还是个孩子呢，照顾不好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曹慧冰听到这话，眼泪再也忍不住从眼眶里滑落。从来没人觉得她是个孩子，还需要别人来照顾。我知道以前你们受了太多的委屈，你要是愿意呢，以后让我来照顾你们。你不愿意喊我娘也没关系。娘，好了好了，别哭了，一会眼睛哭肿了就不漂亮了。娘，你刚刚说的都是真的吗？什么话？给3个妹妹招婿的事情。我是认真的呀。可是……曹慧冰觉得她自己招入赘已经被村里人笑话了，现在要是3个妹妹都招入赘，那以后他们家不得被人笑死？慧冰啊，那我问你一件事，以我现在外面的名声，你觉得慧清他们3人能找到好婆家吗？可是那以前的又不是你啊。你知道，可别人知道吗？与其这样，我为什么不能给你们招婿呢？至于别人说些什么，那又和我们有什么关系？慧冰，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她们如果在婆家受了欺负，到时候我可没法把她们带回来的。我可不愿意让她们去受婆家的搓磨，去受人欺负。娘，可是像大牛也会让人瞧不起的。那我可就要想法子让别人刮目相看了。你现在告诉我一件事，你喜欢齐大牛吗？娘，大牛对我很好。那就好。对了，慧冰，修缮屋子需要多少银两，你知道吗？应该2两银子就足够了。要是请人的话，包吃1天是15个铜板，如果不包吃的话是20个铜板。是请村里人吗？娘，我们如果要请外面的人，会不方便的。知道了，这事我会处理的。娘，要不我去吧？不用，你看看是包饭好点，还是不包饭就成。好，我去和妹妹她们商量一下。其实村子里大部分人家都挺好的，不然也不会放过原主了。只是现在要想办法让他们对自己的看法做些改变才行。特别是隔壁的2家邻居，离得近被自己祸害的就有点多了。本来人家也挺照顾原主母女几人的，可现在被祸害的都恨不得搬家了。娘，饭烧好了，现在去吃饭吧。上集，曹慧杰进屋叫娘去吃饭。秦娇奴想起刚刚门口冲突时，慧冰几人身上都挂了彩。慧杰，你先去，娘一会就过来。好的，娘。给我1碗灵泉水。你们等会再吃饭，先过来坐好，给我看看你们都伤哪了。秦娇奴发现他们有些伤在手上，有些在脸上，身上的暂且不说，他先处理看得见的，用手帕蘸了灵泉水，涂抹在他们受伤的地方。娘，这是什么呀？感觉清清凉凉的，现在好像也没那么疼了。这是我的口水啊。你怎么能用口水？这口水可是好东西呀，消炎止痛。你们看看现在是不是不疼了？好像真的不疼了，二妹真的不疼了，你试试。我就算疼着，也不用口水擦。那你只能忍着了，早知道我就少吐几口，都浪费了。娘真厉害，那我们的口水也行吗？不行哦，只有我的才可以。慧冰，等会你去帮他们擦下身子上的伤。好的。大姐，我身上可没有伤，就不用了哈。娘子，我身上有呢，等会你给我擦一下。大姐，我今天捡柴的时候被绊倒了，可疼了呢，等会你也帮我擦擦。好，一会吃完饭就帮你们弄。娘，你这几天去哪里了呀？走亲戚去了。我们家还有亲戚吗？不是都和我们不走动了吗？大牛，有时候要学会装傻充愣。为啥呀？不然嘎得快。装傻充愣就不会嘎了吗？最起码你能多活几集。娘，我们还是吃饭吧。吃饭。对了，大牛，你明天和我出去一趟。好的，娘。你现在都不问问去哪了吗？
娘，你刚刚说的要装傻充愣啊，我就能多活几集了。不过几集是什么意思啊？说了你也不明白，你明天跟着我就行。好。娘，要不我明天也跟你去？不用，大牛一个人足够了。我之前问你的事商量的怎么样了？我们商量了下，这要是有人来帮我们盖房子、包饭，我们得去城里买食材，家里什么都没有，不如不包饭了。是要买肉的原因吗？这个不用肉也行的，蔬菜和杂面馒头也可以。那为什么不包饭呀？娘，其他人家都不卖蔬菜给我们呢，所以我们才会去采野菜的。这样啊，那不包饭就不包饭吧，也就是多几个铜板的事情。说的容易，就怕你想给钱，别人也不愿意来帮忙。要是有人愿意来帮忙呢？要是真有人来帮忙，以后你说东，我绝对不说西。说话算数，要是有人来帮忙，以后可得和我好好相处。我说到做到。都吃饭吧，这缓解邻里间关系，看来只能用送礼这一招了。也不知道这招好不好使，算了，不管它好不好使，都得试试啊，不然真搬家，这人生地不熟的，能搬到哪去？第二天早晨，秦娇奴早早的就起来了，来到院子发现齐大牛已经在扎马步了。大牛，你蹲了多久了？快1刻钟了。那你继续努力。说完，秦娇奴去厨房生火做早饭，算好齐大牛扎马步的时间，早饭也做好了，拿了几个馒头，剩下的都温在了锅里。大牛还能不能站起来？可以的，娘。早饭在背篓里，赶紧跟上，我们今天可是会很忙的。上集家里商量修缮房屋的事，发现可能没人帮忙，秦娇奴绞尽脑汁想办法，带着大牛又出发了。娘，我们今天去哪呀？上山打老虎去。齐大牛听到他这话，差点被馒头给噎到，在那里捂着脖子翻白眼。啧，年轻人还是不够沉稳啊。还去啊？为什么不去？那玩意可是好东西啊，一头都是好几百两呢。老虎还是别打了吧。怎么害怕了？不怕，不就是老虎吗？大牛，要不改天找我兄弟来和你玩？娘，你兄弟怎么在这山里住啊？是啊，一头黑熊，不比之前的老虎差。我和他关系可不错哦，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这时山林里猛地山洞接连打了几个喷嚏，这让他想起了连睡觉都不安稳。娘，你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你看我是像开玩笑的吗？不过今天就不去找他叙旧了，咱们时间有限，做点简单的事情。不去就好，不去就好。大牛，你还记得我上次怎么设置陷阱的吗？不记得了。那今天我再给你上一课，学会观察环境，找到你需要的东西。接下来秦娇奴就开始给他一点点讲解山林的一些基础知识，怎么去找到猎物，怎么利用周围的物品去设立陷阱。齐大牛这次倒是听得很认真，他知道这些东西都是有用。大牛，我说的你都记住了吗？都记住了。那接下来就辛苦你了，我们需要很多的野鸡和野兔。什么？我一个人吗？不然你想让为娘的来辛苦吗？不是的，娘，我记住是记住了，可是怕做不好呀。大牛，我看好你的，我先去前面歇歇脚。齐大牛发现娘一会就不见了，只能自己给自己打气。别怕，没事的，没事的。齐大牛开始找适合布置陷阱的地方，一找到他就蹲下，用周围的物品制作陷阱，还把没吃完的一小半馒头掰碎，撒在了这些陷阱里。他一边做陷阱，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是个有脑子的，就是胆子小了些。傻小子，这里都敢随便睡觉，怕不是想给野兽当午餐了？哎呦，我怎么睡着了？我也能抓到猎物了。哟，看来有猎物了吗？娘，你快看，真的有猎物了。看见了，抓到几只了？我看看够不够送人的。送人？这些是送人的吗？对啊，送人的。娘，这些不是拿去卖的吗？这些猎物要是卖了，我怎么挽回形象？娘，你还有形象吗？你赶紧把猎物收一收，我们还得去送礼，不然一会天都黑了。你小心点，别像上次一样又给放跑了，不然你今天可没饭吃了。这次一定不会再放跑的，娘你就放心吧。秦娇奴看到抓的几只猎物，觉得也够用了，先解决隔壁两家的关系再说，至于其他的人，之后再慢慢来吧。上集
秦娇奴为缓解邻里关系，带着女婿齐大牛又一次上山打猎。傍晚时分，两人带着猎物来到了隔壁的古风家。娘真要去啊？赶紧的，你不去叫门，他们能给我开门啊？外面的是谁呀？古风苏，我是齐大牛。大牛，你有什么事吗？古风大哥，古风一见是秦娇奴，立马关闭了院门，还在里面上了插销。大牛，你蹲下。古风大哥，你听我把话说完呀。你给我下去。你听我把话说完，说完了我就下去。古风老伴儿罗欢婶子听到动静后，从屋子里出来，看到站到墙头的秦娇奴，气不打一处来。好你个秦娇奴，现在还学会翻墙了呀？嫂子，你听我解释。我不听，你这是大门进不来，就打算翻墙了是不是？你祸害我们家还不够多啊，现在又想怎地？我说，你们给我个解释的机会呀！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们总要给我一个改错的机会吧？机会？我们给你的机会还少了吗？让你一次次祸害我们，你给我下去，听到了没有？娘，你要不先下来吧。好好待着，你娘我正忙着呢。古风大哥，罗欢嫂子，你们别激动，要不先坐下歇会，喝口茶。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我就是来赔罪的呀。你少糊弄我们！之前我们信你，你偷了我们家的鸡，后来你说你知错了，又来偷我们家的菜，最过分的是连我们家捡的牛粪你都偷。罗欢嫂子，你看我这不是带了鸡来赔给你们了吗？蔬菜等我种了一定也还上。至于牛粪，这不是当时家里缺柴吗？我就借用了一下，要不让大牛给你们挑些柴，你大人大量就别和我计较了。你这混蛋，是嫌齐大牛的事情还不够多啊？你自己怎么不去呀？罗欢嫂子，有话好好说嘛！你这一激动，万一闪到腰了可咋办？你还敢咒我？你们说说这秦娇奴又整什么幺蛾子了？听说是来给古风家赔礼道歉的，你不会听错了吧？我耳朵好着呢，怎么可能听错？你没看到他手里还拎着2只猎物啊？说是赔礼用的。哟，这太阳打西边出来了。罗欢嫂子，你别激动，这不是为你好吗？要不你休息会儿。这秦娇奴怎么和以前不一样了呢？秦娇奴，你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古风大哥，我说了是来赔罪的，我可是带着诚意来的，不骗人。当家的，这个东西我们收下了，你现在可以走了吧？古风大哥，这是原谅我了吗？古风看着秦娇奴没有说话。要是原谅我了，那能不能麻烦你们一下，过段时间给帮个忙？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呢。罗欢嫂子，我当个黄鼠狼倒是也行，不过你们把自己说成是鸡，怕是不合适。你欺人太甚了。行了，你要帮什么忙？我们家想要修缮房屋，这请外人不是比较麻烦吗？就想请古风大哥家帮帮忙，工钱我照给。你有钱给吗？自然是有的，不包饭，1天20个铜板。谁信啊？不信你可以问问大牛，我们家的钱现在都是惠宾管的。罗欢婶婶，我娘没骗你，我们家现在真有钱，我娘子管着呢。罗欢婶子听到齐大牛的声音，倒不怀疑他们没钱花，毕竟村里的人都知道齐大牛憨厚，不会说谎，他说的一定是实话。我们考虑考虑。别考虑啊，我可是诚心来道歉的。你看这远亲不如近邻是不是？你还知道远亲不如近邻？那你就带着近邻一阵的霍霍。这不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吗？你，我保证以后不会了。以后你们家要有个啥事，只要说一声，我秦娇奴上刀山下火海一定帮。我们家能有个什么事可以让你上刀山下火海来帮的？比方，就打个比方嘛。你回吧，东西我们收下了，什么时候修，你让大牛来说一声。那就谢谢古风大哥，谢谢罗欢嫂子了。当家的，你还真要去帮他？你看刚刚要是不答应，他今天就能在这里把我们都给气吐了。咱们先看看再说。行，听你的。那这猎物咋办呀？今天家里吃肉。娘，你没事吧？没事，我们去下一家。哟，都在看戏呢。今天天气不错。对，你看这大太阳了。这看戏一般都是要给门票钱的，诸位把刚刚的钱交了吧，我也好给你们接着演。哟，我想起来了，家里还煮着饭呢。呀，我怎么忘记收衣服了呀？原本围观的百姓瞬间跑得一个人影都看不见了，只剩下了齐大牛和秦娇奴2人站在原地。没能想到眼前这个女人居然用村里都没有的炸鸡腿去讨好邻居家的大黄，只为了能得到大黄主人的原谅。
走，我们去你梁红叔家。娘真要去他家吗？你不会忘记他家大黄了吗？大黄是谁？就是他家养的狗啊。狗有什么好怕的？我们走。梁红家距离古风家很近，刚刚也听到了他们家的动静，只是他们识趣的并没有去凑这个热闹，毕竟能和秦娇奴产生关系都没啥好事。当家的，你说秦娇奴他刚刚又在做什么呀？你管那么多做什么？只要不来我们家就行。谁呀？牛荣婶，我是齐大牛。等一下，咋了？你看大黄这样子，外面怕不只有齐大牛一个人。你是说？大牛，有啥事你就说吧。梁红话音刚落，就见秦娇奴手里拎着2只鸡出现。大黄闻到气味转眼就朝前。大黄，好久不见了，你还是这么精神。秦娇奴，你这是来做什么的？蓝红兄弟，牛荣弟妹，好久不见了，我这不是来给你们赔礼道歉吗？哼，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嫂子。这人现在怎么都学会爬墙了？对啊，以前是我错了，我可是诚心来道歉的呀。哼，话说的简单，可以呀，只要大黄不生你的气了，我们就接受你的道歉。放心吧，大黄可不会那么容易原谅他的。梁红话音刚落，就见秦娇奴和大黄交流了起来。大黄，我之前是不是借了你1根骨头？现在我还10只鸡腿给你，这事咱俩就算过去了，如何？大黄本来龇牙咧嘴，大有要上前和他理论的架势，这一听说有鸡腿，还是10只鸡腿，顿时一脸不敢相信的歪着头看他。秦娇奴一看大黄这架势，顿觉有戏，就把手藏在身后，摸了摸手上的愿望戒指，小声念叨着：“给我来10只炸鸡腿。”话音刚落，身后瞬间多了10只香飘四溢的炸鸡腿。他拿了1只到跟前，往下面晃了晃。大黄闻到胃馋的不行，眼睛就直勾勾的盯着秦娇奴手里的鸡腿看着。不过秦娇奴晃了几下后，又将鸡腿拿了回来。你丫的就是个骗子，之前骗了我的骨头，现在又来骗我的感情。大黄，我给了你鸡腿，那你就要原谅我了，咱以后还做好朋友。可你要是不同意的话，原谅我肯定原谅。鸡腿，我的大鸡腿。你这是同意了哦，放心，以后我有好吃的都会想着你的。秦娇奴也信守承诺，把10只炸鸡腿一堆都给了大黄，看着另外一具身后的我们摇得别提有多欢快了。蓝红兄弟，你看大黄都原谅我了，你们是不是也原谅我了呀？这真是我们家大黄吗？不会是被谁换了一条傻狗吧？秦嫂子，你就直说吧，这次来还有什么目的？也没啥目的，我家计划修缮房屋，这不就想请你们来给帮个忙吗？当然了，这个忙可不是白帮的，我们给工钱，1天20个铜板。你开什么玩笑？还1天20个铜板呢？绝对不开玩笑，我们家现在有钱，你不信可以问齐大牛，他媳妇现在管着钱呢。对，牛荣婶子，我娘子管钱呢，我娘可没钱。大牛，你后面那句话不觉得多余吗？可是娘，你确实没钱啊。这个憨憨自己永远斗不过，一定要平常心，自己选的女婿自己忍着。你不会是想用慧斌他们姐妹4人的钱吧？没有，怎么可能？这钱可是我好不容易挣的。你什么时候去挣钱了？是我娘挣的，我娘可厉害了呢，能打老虎，和黑熊做兄弟，上次还打劫了地痞流氓呢。秦娇奴听到后躲在墙头扶额，自己到底是造了什么孽，摊上了这么一个女婿。梁红和牛荣2人听了后，嘴角都抽了抽，下意识的都往院子里退了退。大牛，你给我闭嘴！好的，娘。那个大牛刚刚开玩笑的，你们千万别听他胡咧咧。梁红和牛荣2人都是一脸你看我信不信的表情。我真是来道歉的，保证以后一定改邪归正。这2只野鸡带过来是给孩子吃。这人真是以前的秦嫂子吗？容貌有些许差别，不过还是能看出她年轻的样子来。可这性格好像变得有点太多了呀。这平时有鸡都不给孩子吃的主，现在来给我们送野鸡，我这心里咋感觉怪怪的呢？秦娇奴看他们在嘀嘀咕咕的，考虑着要不把野鸡丢下去，自己先回去。毕竟站在人家墙头光明正大的看别人说着悄悄话，还是挺尴尬的。主要是这悄悄话听得可清楚了。娘，你爬人家梁红叔家的墙头做啥？没干啥呀，这不来道歉的吗？道歉哪有爬墙头的呀？你快下来，不怕大黄来咬你吗？不会，大黄现在和我可是好朋友呢。大牛，这都是咋回事啊？我都没看见，具体的我也不知道呀，只知道现在大黄不咬娘了。秦娇奴看自己女儿都来了，就不打算再墨迹了。这2只野鸡就放这了，我们家修缮房屋的时候，还请麻烦你们给搭把手。梁红看着手里多出来的野鸡，刚想要说什么，发现墙头已经没了人影，
当家的，这可咋办呀？要不我们再看看？你瞅瞅，大黄不是都原谅他了吗？那今天我们就吃鸡，他之前没少祸害我们家，这也算是个补偿，难得给孩子们开个荤。好的，我拿去处理。把2只都处理了，今天我们放开了造。听娘子的。关你了，你怎么来了？是啊，娘子你怎么过来了？我看都很晚了，你们还没回来，就出来看看，听到这边有动静就过来了。原来是这样。娘，你是怎么和大黄和解的呀？用鸡腿啊。你哪来的鸡腿？之前在山林里抓的野鸡，我自己没吃完剩下的。啊，这都多久了？该不会把大黄给吃坏了吧？娘，你不会是想要废了大黄吧？大牛，你说的什么混账话？我是那种会对邻居家狗下手的人吗？是。大牛，你别胡说。娘子，我又没说错啊。七大牛，今天的训练加倍。知道了，娘。这个娘还挺有趣。家人明明已经打到了不少猎物，回到家也只能啃着馒头就野菜来填饱肚子。早知道今天就多抓2只野鸡自己家吃了。都怪我太笨了，下次一定多抓几只给娘和妹妹们加餐。你们今天去哪里啦？我们今天上山打猎去了，我抓了好几只野鸡呢。姐夫，野鸡呢？我怎么没有看到的？娘都拿去送礼了。秦娇奴察觉到他们的目光，轻咳了2声。我之前不是那个啥吗？所以就拿去挽回下邻里关系。除了曹慧冰夫妻2人外，另外3个女儿吃惊地看着坐在面前的这个人，觉得自己是不是幻听了？一向抠门的娘怎么会送这么大包？以前别人来拿把小青菜都能让她肉疼半天。慧冰啊，什么时候修房子最好？现在就挺好的，大伙刚刚把田里的庄稼种进去了，地里也没有太多的事情了，只要除草和除虫就行，算是比较闲的季节了。那需要准备些什么吗？要准备稻杆和泥土、土坯的模具，我们家之前是有的，不过现在……秦娇奴看着大女儿话说到一半停下后就知道了，就是被自己给卖了呗，也不知道这些个破烂东西自己是怎么卖出去的。娘，我可以去和古风伯伯家借，还有梁红叔叔家也有，我也可以去借的。那就麻烦你们帮忙去跑一趟了，好吗？好的。大牛，你明天去挑泥回来，我和慧清在家整理稻杆，屋顶也需要修缮一下。好的，娘子，我明天大早就去。秦娇奴发现好像没自己什么事了，以前每天不是训练就是任务，没想到他还有当咸鱼的一天。不过他好像忘了这还有个小气包。你明天也要来帮忙？没问题。曹慧清被娘这声爽快的回答噎了下来，然后就无语的走开了。慧冰啊，来给我说说今天村里有什么八卦吗？八卦？什么是八卦呀？就是村里的是是非非，家长里短。你也知道村里人现在对我的态度，真的是连身都进不了啊。哦，那娘你想听哪家的？村长家的有吗？有呀。来，快给我说说。秦娇奴现在很想知道，当初故意放出的小道消息有没有成功的传播出去？今天洗衣服的时候，听李婶子说，村长那天回去之后，村长夫人带着他家傻儿子就回了娘家。你和大牛不在的时候，里长带着他的儿子就来了村里，把村长给揍了一顿，说是村长去了那什么楼的。里长这就信了？本来应该是不信的，好像那几天村长去县城的时候进了那个地方，是被人瞅见了，说的有鼻子有眼的，这里长不信都难。后来呢？后来里长他们把门给关上了，具体和村长说了啥就没人知道了，只是里长走了之后，村长鼻青脸肿的，村长夫人到今天也没回来。这个计划漏洞百出的，里长自己没有见过，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样的人。不过看到村长夫人这样，也知道是个难产。不过只要别来招惹自己就行，要不可就别怪自己不客气了。娘，你还要听吗？还有是谁家的？不会是我自己的吧？是的，今天除了村长家的，也就娘你的八卦是最多的了。不会说我是个妖孽吧？咦，你怎么知道的？猜的，就我这性格大变，看来之后的日子都会是我的八卦了。你就不害怕吗？有什么好害怕的？他们要是真的觉得你是妖孽，要把你祭天了咋办？真是那样的话，你会抛弃我吗？不会，我不会抛弃你的。我就知道我女儿最好了。我说的可是真的。真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带着你们都逃走。曹慧冰一看他这样说，就知道根本就没当一回事。
我不管你了。曹慧玉和曹慧杰带着借到的毒酒回来后，两人来到秦娇奴身边坐下。娘，今天叔叔和伯伯他们好奇怪的。怎么奇怪了？他们今天问了我们很多你的事情的。叔叔和伯伯都问了你们些什么呀？就是你最近有没有去耍钱，还有就是家里是不是真的有钱了。你们是怎么说的？我们说你没去耍钱，家里有钱，不多，也就刚好够修缮房屋的。真聪明，还知道钱财不能外露的道理。娘，叔叔和伯伯还让我们留在他们家里吃鸡肉，说都是娘你送的。那你们有没有吃呀？没有呢，那是你送给他们的，我们不可以吃的。你们真是娘的乖女儿，太懂事了。这时曹慧清过来，发现两个妹妹和娘有说有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现在怎么家里的人好像都被这个娘给收买了一样了。慧玉、慧姐，快去洗漱，一会水就该凉了。娘，我们去洗漱了。你们快去吧，洗漱完早点休息，明天还有事情需要你们帮忙呢。抓住把柄的寡妇在村里碰见对头后，不但不避讳，来到对头面前，竟然只为了说一句谢谢。要不是秦娇奴耳力过人，怕是都听不到他说了些什么。咋回事？今天这女人怎么不怕自己了？要道谢声音大点，拿出点诚意来，不然谁能听得到呀？崔寡妇被说得有意后，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村民，就对着秦娇奴谢谢你。我说你这个女人，故意的吧？我还没嘎呢，要不要给你个牌位，再上3炷香啊？那你要我怎么样嘛？让你有诚意，也不是让你这么个诚意法字呀。崔寡妇开始发现，转过来被他这么一头也不回的溜了。别跑呀，我家过2天修缮屋子，来帮忙呀，没钱的那种哦。美的你。慧玉、慧姐两人正准备出门去挖野菜，看到娘回来了。娘，我们去挖野菜了。你们2个危险的地方别去。我们知道的，娘你就放心吧。秦娇奴看到院子里放着不少稻杆，慧冰带着慧清在整理，是用来修缮屋顶用的。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吗？我们还缺些竹子。娘大牛打土坯去了，等他回来让他去吧。没事，上次进山的时候看到那有竹子，我去砍点回来。竹林附近蛇会比较多，娘你一定要当心点。我看该担心的应该是蛇才对。哟，这么了解我呢？我要是抓到蛇，晚上给你们煮蛇羹吃。谁要吃那种东西呀？你确定不吃吗？可是美容养颜的哦。说完，秦娇奴也不和他比嘴，就起身出发了。这片林子不小，可因为有很多蛇，村民每次来都要约上几个人，一起敲敲打打的把这些蛇都惊跑了才敢进来。不过秦娇奴可没这样的过，抬腿就来到了这里。不是说这里有很多蛇吗？我咋一条都没看到？还想着弄些回去给他们几个解解馋呢。看样子今天是没口福了。秦娇奴发完牢骚后，找到合适的竹子就砍了起来。自从泡过灵泉水后，她现在比一般的女子力气要大上许多，砍这些竹子倒也不费力。另一边，曹慧冰整理着稻草，时不时的会扭头看看院门。大姐，你这是在担心姐夫还是在担心他呀？慧清，你可以试着去接受现在的他。大姐，你们现在怎么都护着他？你难道忘记以前他做过的那些事了吗？曹慧冰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毕竟有些事情越少人知道越好，所以就只能慢慢的开导这个妹妹了。慧清啊，我们之所以现在愿意试着接受他，是发现他正在改变。你好好想想他最近做的那些事。听到大姐的话后，曹慧清沉默了，她自然能感受得到。姐夫说他为了还债去打老虎，一开始是不相信的，可是这么多天过去了，要债的再也没有上门。这几天出事，也都是他站在前面保护着他们，以前可不会这样做的，更别说去送给他们做饭干家务活了。快过来搭把手。娘，这装的都是什么东西啊？都是好东西哦。曹慧冰刚想接过东西，眼睛一睁，吓得脸都白了，连忙后退了几步。这是什么东西？好恶心呀！这可是好东西啊，是我们今天的下饭菜。你说什么下饭菜？谁要吃这个？对啊，这个下饭可香了。娘，这个玩笑一点都不好笑。我可从来不拿吃的开玩笑。大姐，他是不是和大家说的那样，就是个妖怪啊？慧清，别人怎么说我管不着，但是你不行，她是我们的娘，谁说她都可以，你不可以。可是哪有好人吃这么恶心的东西的？行了，别说了，干活吧。秦娇奴把竹筒放好，就从厨房里走了出来。
娘，你带回来的那些白白的东西真的能吃吗？那个叫竹虫，是生长在竹竿中间的，那可是一种非常有营养价值的东西。感觉有些害怕，还恶心呢。只是看起来有些害怕，不过现在这种时候能吃上这样的好东西，对你们来说可是有好处的哟。曹慧冰听后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既然他都说能吃，那就应该是能吃的吧。这时曹慧玉和曹慧杰背着两个小贝贝。呀，姐姐，我们回来了。回来就休息会，我现在就去做午饭。曹慧清本来想去做午饭的，可是一想到他带回来的那些东西，就没有胆量去开口。娘，我来帮你生火。小慧杰呀，你刚回来不累吗？我不累的。那可就辛苦我们慧杰了。秦娇奴看了看家里的粮食，这里还剩些米面，也不多了。家里吃饭的嘴是不少，可加起来都没齐大牛一个人吃的多。哎，快养不起了。娘，你在看什么呢？我在看是做馒头还是做米饭。慧玉啊，你想吃什么呀？是问我吗？我想吃米饭呢，可以吗？好，那我们今天中午就做米饭吃。曹慧玉也是第一次看到娘在处理的竹虫，有些害怕的往后站了站。娘呀，这是什么？不会是做给我们吃的吧？这是竹虫，是一种能吃的昆虫哦。真的能吃吗？能吃，处理好了味道还很好的哦。你们一会一定多吃点，能长高个的。两小只都不说话了，看着正在被处理的竹虫，在内心做着思想建设。能吃的，这是能吃的，是好吃的，还能长高个的。现在3只老母鸡都不会咬，这时却被家里的4个女儿所吸引。不过当娘的用油锅底更哇，好香的！你们想尝尝看吗？曹慧玉还在纠结要不要吃的时候，曹慧杰已经被口吃了。哇，好吃的！小4，真的好吃吗？3姐，真的好吃的。你是说好香的？怎么样，要试试吗？曹慧玉看着眼前这个金灿灿，纠结了半天，最后还是抵不住鼻尖海料的香气，眼一闭就给吃了进去。慧玉，味道怎么样？好吃吗？好像还不错的样子。秦娇奴听后又炒了份竹笋，然后拿2个碗分了一些出来，给你们古风伯伯和梁红叔叔家送去尝尝鲜。娘，他们会吃吗？他们要是不吃，那只能说他们没口福了。你们2个送完就快点回来吃饭。好的。曹慧玉来到了古风的家。慧玉，你怎么来了？家里有什么事情吗？罗欢婶婶，这是我娘让我送来让你们尝尝鲜的。慧玉啊，这装的是什么东西呀？娘说这是一种很有营养的东西，很好吃的哦。其实她自己也没搞明白啥叫营养，不过娘是这么说的，自己也就这么解释了。这时古风走了过来。咋了这是？怎么不进屋里去，在这站着呢？秦娇奴让慧玉送来的，说是好吃的，让我们尝尝鲜。这不是竹林里的竹子幼苗吗？自己砍竹子的时候还碰到过，这怎么能吃？慧玉，你娘她就给你们吃这个吗？哎，这个味道很好的，我刚刚还吃了呢。古风伯伯，你要试试吗？我娘说味道很鲜美。慧玉呀，你知不知道这个就是竹子小的时候？我知道呀，这可是我亲眼看着我娘做的哦。我之前也奇怪着呢，不过真的挺好吃的哦。古风看着碗里的东西，收也不是，不收也不是，正在左右为难。曹慧玉看到他这个样子，还以为对方不相信自己说的，就想证明给对方看看。古风伯伯，我吃一个给你看看。古风想要阻止已经来不及了，看他吃的那么香，自己也忍不住的伸手丢进了嘴里。不错，还真的挺好吃的呀。怎么样？我可没有骗你吧？对，伯伯不该质疑小慧玉的，回去代我谢谢你娘。没事的，伯伯、婶婶，我回去喽。你这人怎么什么都往自己嘴里塞啊？万一吃出个好歹来咋办？这东西真的很好吃呀，不信你也吃吃看。当家的你说秦娇奴不会真的是妖怪吧？怎么都吃起竹子来了？这话你在家里说说就好了，千万别再往外去说了。我看现在村里的气氛都不对了。你这话啥意思呀？虽说秦娇奴现在变化的有些多，不过他又没有害过咱们，这要是再被传下去，我看啊，怕不是就要坏事了呢。你是说有人故意散播的这些个谣言？也不是说不可能，我们还是不要参与进去的好。这东西你还真要吃啊？这是真的好吃啊！去给我倒杯酒，我中午下酒吃。这边的情况也同样在梁红家上演。
不过最后结局都差不多。上山只为获取生活物资，下岗之后大咋地？我就这么恐怖吗？怎么还给吓跑了呢？慧玉慧姐给林只为了那盘香。这两手空空的回来，看来这好意对方是收下了。你们快过来吃饭了。曹慧冰和曹慧清两人看着桌上摆着的竹虫和竹笋，不由都皱起了眉头。这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呀？都吃饭吧。话音刚落，慧玉和慧姐两人就不停地抓着竹虫吃了起来。吃到一半发现还有人没动筷。姐姐、姐夫，你们怎么不吃呀？这个可香可好吃了呢。齐大牛听后也伸手夹了一筷子，放进嘴里吃了起来。咦，好吃啊！这个是什么东西？是虫子。什么？不许吐，给我咽下去！以后想生存，比这个难吃的你都得咽。齐大牛听娘这么一说，强行压制住了胃里的不适，努力地嚼着嘴里的东西。你就把它当做一般的肉不就好了吗？真的耶！要是不知道是虫子的话，这味道还是不错的呢。越嚼越香。曹慧冰看着两个小妹吃得开心，就伸手夹了一条，快速丢进嘴里咀嚼着。咦，味道还不错呢。慧清，怎么你害怕了吗？谁说我害怕了？曹慧清一咬牙，也夹了一条塞进了嘴里，还扒拉了一口饭。啧，浪费了这么好的东西。娘，这真是竹子里长出来的虫子吗？是呀，除了竹虫，还有不少昆虫是我们可以拿来吃的。这东西可有很高的营养，比一般的肉都好。不过前提是你不会过敏。娘，啥是营养？啥又是过敏呀？营养是身体所需要的各类养分，过敏就是人吃了这种虫子后会浑身发痒、长小疙瘩，出现这些症状的话就不能再吃了。娘，那还有什么虫子是可以吃的呀？味道都是这么好吃的吗？蝗虫、蜂蛹、蝎子、蚕蛹这些都可以吃呢。这些都是能吃的吗？可是那蝎子不是有毒吗？不会毒死人吧？不会处理的话的确不能吃，不过竹虫处理起来比较简单，也比较容易获得。好像这里还没有人吃这种东西，要不要用这个来赚钱呢？不过想要让这边的人能接受也是件挺难的事情。娘，你怎么了？在想怎么赚钱呢？我和慧清可以赚钱，你不用担心那么多的。你是说靠你们的绣活吗？对呀。你们那点绣活赚点零花钱贴补家用还行，发家致富可不行。哼，之前要不是我们，你吃什么？我不是说你们不好，只是觉得要赚钱还得想个其他的法子，这个你们就别管了，我自己来想办法。吃过饭后各自都忙去了，秦娇奴独自一人躺在躺椅上。现在家里没有本钱，抓野鸡野兔去卖到也能赚一点小钱钱，可这也不是长久之计啊。这时曹慧冰拿着针线罗走到。娘，你看，这是你们后来学着绣的吗？别说你们这绣活还真不错呢。我们就想多绣一点，拿到镇上去卖。不过用的都是便宜布料，就算使用了双面绣法，怕也卖不出高价呢。那是不是用好的面料做绣，店家就能给出高价？应该吧，不过我们没有钱买好布料来绣。慧冰，你们的女工和其他人比如何？绣庄老板对我们的绣活还算满意呢。那你觉得做衣服是不是比绣活要容易一些？要是不绣花，单做衣服的话是容易些。这样子啊。娘，你刚刚在这不会是想去卖竹虫还有竹笋吧？是有这个想法，不过这东西要人接受起来比较困难。要不还是让我们绣双面绣拿去卖吧。娘，你再考虑考虑吧。绣活贴补家用可以，但要长时间靠你们来做绣活，那就太伤眼睛了，不行。那我先把家里的钱拿给你用吧。不用，这些钱你要留着修缮房屋，其他问题你不用管了，总会有办法解决的，放心吧。秦娇奴这几天暂时没有想到有用的法子，只能把主意又打到了山里面。慧冰，我出去几天。娘，你又要去哪呀？我上山里去转转，过几天就回来，这几天家里就靠你照顾了。秦娇奴往上次打猎的山林走去，他发现这季节山里是有不少好东西，香菇、蕨菜，还有野生麦芽。等会多转转，要是这些个玩意数量足够多，应该能赚不少钱呢。秦娇奴一路上采摘了不少的蕨菜，这个可以拿回去凉拌着吃。随后他又发现一个树干上已经整满了香菇，周围都能闻到它们飘散出来的特有香味。这些香菇带回去做个香菇酱肯定不错，只是这里的人都不敢吃蘑菇，应该是以前村里人吃了毒蘑菇出过事。这是身
秦娇奴立马戒备地看着那个方向，发现一头黑熊从远处奔来。当他看到近处的人影时，明显愣住了。怎么又让本熊碰见这个女人了？还让不让熊过了呀？秦娇奴眨着眼睛看着逃跑的背影，都快抑郁了。咋地？我就这么恐怖吗？怎么还给吓跑了呢？一晃2天过去了，秦娇奴回到了家，他腰上挂满了蕨菜，背着一背篓子香菇，还有各种山里的香料。蔓越门野果。慧冰、大牛、慧清、慧洁、慧玉，我回来了。喊了几声都没人回答。这时秦娇奴才发现了人。别喊了，你快去晾晒场看看吧。村长带人把大牛他们都抓到了晾晒场去。什么？